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2025霸屏模式开启，多部新剧来袭，演技全面爆发。赵丽颖最近可真是忙得不可开交，不仅为纪录片《布达拉宫》配音，新剧更是一部接一部，粉丝们都快等不及了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她这几部让人期待值爆棚的新作，看看她这次又要怎么惊艳我们。首先，2025年开年大戏《在人间》已经官宣定档3月，这可是部悬疑奇幻短剧，听着就带感。赵丽颖在剧里演的是贾小朵，一个身份超特别的角色，男主的副人格之一。预告片一放出来，赵丽颖的眼神戏和情感爆发力就直接把观众给镇住了。从迷茫到觉醒，短短几个镜头，她就把角色的复杂内心演得淋漓尽致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演技，明年奖项不给她给谁？这部剧虽然只有8集，但赵丽颖、尹昉、张一山这些实力派演员一出手，再加上悬疑、科幻和情感疗愈的元素，简直让人等不及要追剧了。再说说她和黄晓明合作的年代剧《造成者》，赵丽颖这次可是大变身，短发造型干练又帅气，气场全开。她在剧里演的是个基层干部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她可是下了不少功夫，从形象到气质都精心打磨。媒体探班时，她一出现就让人眼前一亮，大家对这部剧的期待值直接拉满。电影方面，赵丽颖也有2部大作在手，一部是冯小刚导演的《向阳花》，她演的是个刑满释放的聋哑女性白狐狸，为了给女儿买人工耳蜗，这个角色不得不游走在社会边缘，人物设定复杂又挑战演技。另一部是陈可辛导演的《酱园弄》，虽然赵丽颖演的是配角，但戏份很重。这部电影改编自民国真实案件，导演阵容强大，赵丽颖的加盟更是让这部电影未播先火。回顾赵丽颖的演艺生涯，从《花千骨》里的坚韧小花，到《知否》里的聪慧明兰，再到《风吹半夏》里的果敢半夏，她每次都能精准抓住角色的灵魂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如今，她手握多部新作，演技越来越纯熟，相信她会在演艺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，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。赵丽颖2025年迎来事业新高峰，多部新剧蓄势待发，霸屏模式全面开启。她的演技、作品选择、市场影响力以及粉丝期待度，都在这一年达到巅峰。近年来，赵丽颖不断突破自我，从古装剧到现代都市剧，再到挑战更复杂的角色，她的演技逐步提升，展现出了更广阔的戏路。2025年，她携多部新剧回归，不仅在题材上有所突破，更在角色塑造上力求新高度。首先，《长夜行》成为了她的年度大剧。这部剧改编自热门小说，以权谋与情感交织为主线，赵丽颖饰演一位心机深沉、智勇双全的女主角。剧中她不仅要展现角色从单纯少女到沉稳王后的成长，还要驾驭大量高难度的情感戏，对她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。从官方发布的剧照来看，赵丽颖的古装造型依旧仙气十足，但更多了一份成熟和力量感，让观众对她在剧中的表现充满期待。与此同时，《风暴之眼2》的官宣也让粉丝们兴奋不已。这部现代谍战剧是赵丽颖少有的都市剧续作，她在第1季中的干练形象已深入人心，第2季她的角色将迎来更复杂的剧情走向，不仅要在黑白交错的世界中寻找真相，还要面临更大的情感考验。赵丽颖如何展现角色的成长和挣扎，将成为本剧的一大看点。另一部备受关注的作品是《归途》，一部聚焦现实主义的温情剧，讲述一名奋斗在大城市的女性，在家庭、事业、梦想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故事。赵丽颖将在剧中饰演一位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，这个角色与她以往温婉柔弱的荧幕形象截然不同，更贴近现实生活中的奋斗者。对于观众而言，这将是一次难得的共鸣体验。除了电视剧，
赵丽颖在2025年还将进军电影圈，与实力派导演合作，挑战大银幕角色。影后之路是她参演的一部文艺片，讲述一位女演员在娱乐圈拼搏的故事。这部影片不仅考验演技，更需要深度挖掘角色内心世界，对赵丽颖来说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。此外，她还可能参与一部古装动作大片，挑战打戏，展现不一样的硬朗气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赵丽颖的影响力已经远超荧幕，她的商业价值在2025年继续飙升，多个国际品牌纷纷找她代言，她的带货能力和品牌效应也进一步凸显。她不仅是影视剧的收视保证，更是时尚圈的宠儿，从珠宝、服装到美妆，她的每一次亮相都会引发热议。在粉丝圈，赵丽颖的萤火虫们一直是她最坚实的后盾。2025年，她的粉丝文化依旧火热，每部剧的定档，每一次公开亮相都会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。她不仅在国内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，在国际上也逐渐积累了不小的人气。回顾赵丽颖的成长历程，她从一名跑龙套的小演员，一步步凭借努力和才华走上顶流之路。她的成功不是偶然，而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积累与突破。2025年，她的作品更具深度，她的影响力更加强大，她的未来更让人期待。无论是剧迷、影迷，还是关注娱乐圈动态的人，都不得不承认，赵丽颖已经成为当代影视界最具代表性的女演员之一。她的每一次突破，都是对自己的超越，也是对观众的最好回馈。未来，我们期待赵丽颖带来更多惊喜，也希望她继续用作品说话，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角色。2025年，赵丽颖继续闪耀。长空之王口碑翻车，军旅大片为何遭遇差评风暴？在影视圈里，军旅题材的受众基础相当广泛，尤其是现代军旅剧，更能引发年轻人的共鸣。可是，盛大推出的《长空之王》一播出，就让人感到挺无奈的。不管是男主的设定、剧情的节奏，还是场面的效果和特效，真的是有不少让人吐槽的地方。那么，《长空之王》明明是个手握王牌题材，为啥还是遭遇了一堆差评呢？老套的剧情。在开始批评之前，咱们先简单梳理一下这部所谓的《长空之王》的剧情。我觉得吧，这《长空之王》的剧情其实可以横着看，里面的故事情节有点复杂，得慢慢理理。简单来说，队友能力超群，但剧情老套。胡军饰演的空军职员张挺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喜欢玩极限挑战、飞行员天赋异禀的男主角王一博饰演的雷雨。在张挺的推荐下，雷雨顺利加入空军，成了一名试飞员。所谓试飞员，其实就是负责检验新飞机性能、记录数据的飞行员，真是让人心跳加速，技术活可够考验人的。果然，和那些烂片如王牌部队差不多，刚入空军的雷雨可真是自信满满，整个人都没啥表情，让人根本看不出他的情绪变化。明明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自己搞错了，结果被批评、受处分，偏偏还一副不屑的样子，对组织的批评耿耿于怀，整天叫嚷着要辞职，还和队友闹得不可开交。按理讲，军规军纪不应该这么松散，就算是经过一些艺术处理，也有点不太合适吧。说实话，在张挺的劝解下，雷雨慢慢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随后开启了队友祭天的模式。首位踏上祭天之路的队友自然是张挺。在一次行动中，两人驾驶着新款飞机，结果飞机出了点问题。张挺出于好意欺骗雷雨，让他独自跳伞逃生。张挺驾驶着飞机飞向了无人区，最终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，英勇牺牲。可以说，张挺的突然离去，真是一种解脱，不过却促成了男主角的成长。雷雨和那些老套路的主角没啥区别，开始踏上了自我觉醒的旅途。接着，他就开始升级打怪，
机缘巧合下在飞鸟撞击这场意外中救了之前跟他有些冲突的队友，结果赢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。这剧情真是有点搞笑，不过老话说得对，招数不用心，只怕你不吃这一套。电影一上映，大家的反应真是两极分化哦，有人觉得热血沸腾，有人却吐槽满天飞。具体来说，细节方面是这样的，剧情设置紧凑，角色表现也很到位，特效效果炸裂。不过，有些地方也确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，节奏感稍显拖沓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有点复杂，让人有点晕。总之，还是值得一看的。2. 文盲加面瘫。怎么说呢？这部以现代空军为名的电影，还真是值得咂摸咂摸。它在视觉效果和特效上做得相当出色，飞行场面让人热血沸腾。不过，剧情方面有些地方显得比较薄弱，人物的深度塑造也略显不足，就是让人觉得有些遗憾。整体来说，作为一部娱乐大片，还是有一定观赏价值的。看完这部电影后，谁都有理由去怀疑导演和编剧是不是对常理不了解，似乎是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呢？为了凸显王一博这个主角的天赋，编剧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当荒唐的情节。没想到王一博在被罚折闪之后，竟然从中领悟到了如何在极端条件下保护飞机数据不受损的方法，真是让人惊讶。具体的方法是王一博通过丰富的实践经验，结合团队的实时数据监控和优化算法，成功制定了一套针对极端条件下的数据保护策略，确保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飞机的数据都能完好无损。这其中包含了对飞行器数据的多重备份和实时更新机制，真是聪明又实用。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，给飞机尾部装上一把反尾旋伞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，这能够有效增加稳定性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在飞行中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旋转，确保飞机在极端条件下也能更安全。不过，这种设计要跟飞机整体性能考虑得很周全哦。真心觉得导演对这东西真是了解的不够啊！他到底知不知道这玩意儿的用途是什么？反尾旋伞又叫失速伞，主要是用在飞机失速后进入尾旋的情况下，它通过产生的拉力来帮助飞机摆脱尾旋状态，确保飞行安全。现在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歼10、歼11B、歼16和歼20战机都装备有反尾旋伞。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增强战机的机动性，让飞机在飞行时更快一些。无论怎么说，这个东西对飞机数据的保护毫无帮助。再者，早在1999年，中国空军就已经把反尾旋伞给用上了。导演和编剧在写剧本时，难道就不去上网查查吗？其次，在这部电影里，王一博依然是那副面瘫的表情。看过不少关于空军飞行员的影视作品的朋友们，应该都发现了，飞行员在飞行的时候，受到飞机重力加速度、气流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，脸上总是显得比较紧绷。可本该迎来高光时刻的男主角，脸上却是一副没什么表情的样子，根本看不出他此刻是在高空中飞速前进。再说这部电影，不管是张挺遇上意外，心里那股委屈是怎么也藏不住的，或者是遭到鸟群的袭击，临危受命去救队友，最后和那个不知怎么就成了女朋友的人意外重聚。雷雨的脸依旧是一副面瘫样，怎么看都看不出个啥情绪，真让人无奈。当然，这部电影也不乏感人的场景，比如张挺为了保护人民群众而牺牲自己，那真是太壮烈了。不过，看到张挺为了救人而牺牲后，雷雨依旧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，真让人难以再有任何激动的情感了。除了面瘫和文盲，这部电影还有哪些让观众吐槽的地方呢？3. 精彩全在宣传营销。其实，在电影正式上映之前，大家对它的期待度还是很高的。首先，胡军的存在就让大家对这部片子多了一分信赖。即使对流量小生的演技有些怀疑，
但胡军的演技还是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。另一个原因是宣传片实在赞得很，大家都被吸引住了，搞得很多人都以为导演是刘小诗呢。或许你没太关注过这个名字，不过刘小诗可是拍辽宁号航母宣传片的大拿呢。所以说，刘小诗在《长空之王》的宣传营销上真是下了不少功夫，光是预告片就让人觉得相当精彩。再加上他多次提到大国重器这类绝对正能量的话题，那是直接把大家的期待值提升到顶峰啊！还有金马影后周冬雨呢。看完电影后，有种空落落的失望感，好像那些感人的部分全被宣传炒作给占了。咱们先聊聊这部电影里那些非